魏无羡舀起一勺喂到蓝忘机的唇边，蓝忘机张口喝下，魏无羡歪着头，蓝湛，好喝吗？蓝忘机点头，刚刚好。魏无羡突然就笑了，他好像知道蓝湛爱吃什么了。这么甜的汤，蓝湛居然说好喝，原来蓝湛是甜啊。蓝忘机疑惑道：“魏婴，你在笑什么？”魏无羡拄着下巴，没什么，就是多了解你一点点就很开心。蓝忘机，你可以直接问我，我会回答。魏无羡，那蓝湛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吃甜的？蓝忘机耳朵有些红，魏无羡，那蓝家的饭菜那么苦，你岂不是吃得很痛苦？蓝忘机摇头，还好，吃饱就好。魏无羡无奈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虽然喜欢甜的，但是不强求可以天天吃的。就算吃苦的也不要紧，对不对？”蓝忘机点头。魏无羡，那我可要跟你学习了，以后我就是蓝家人了，我也要习惯吃蓝家的菜了。蓝忘机抿嘴，不用，我给你做。魏无羡，哦，真的？蓝忘机，一会儿我便去找门生给敬氏建一个厨房。魏无羡，那我等着，我们可以一起吃不苦的菜。蓝忘机，聂怀桑已经很久没见过魏无羡了，这咋一看到，聂怀桑有些懵逼地揉了揉眼睛，强烈的好奇心让聂怀桑自动屏蔽了蓝忘机身上的冷气，靠近道：“魏兄，你这是怎么佩戴上蓝家嫡系墨额了？”魏无羡有些害羞地低下头，笑了笑道：“我与蓝湛已经结为道侣了。”聂怀桑，哇哦，刺激！这两人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他居然没收到消息，看着二人之前的气氛，抿着嘴笑了笑，摇着扇子道：“魏兄，你们也去放灯。”魏无羡点头：“大哥让我们去的，说是不要留遗憾。”聂怀桑皱眉：“那江家姐弟可在呢？他们说话可不太好听。”蓝忘机拳头紧了紧，其实江家姐弟这段时间无数次想去敬室找魏婴，都被他安排门生拦了回去。魏无羡的笑意瞬间消失，怅然道：“随他们吧，我与他们再也没有关系了。”聂怀桑，魏兄想开就好。对了，我可弄到了千金难买的灯，要不要来看一看？魏无羡，好啊。三人一起来到了放灯处，江婉莹拉了拉江厌离的手，魏无羡出现了：“阿姐，我们去找他。”江厌离点头，看着江家姐弟向他靠近，魏无羡无奈地笑了笑，即使他已经放下，可是他们好像不想放过他呢。江婉莹一靠近就要吼，结果就被蓝忘机禁言了。江厌离想说话，同被禁言，江婉莹因为禁言而变得格外狰狞的脸，魏无羡看到他的眼里全是对他的恨意，摇了摇头，拉住蓝忘机的手：“蓝湛，我们去做灯吧，我想画两只兔子，好不好？”蓝忘机点头：“好。”不理会后面江婉莹愤恨的脸，江厌离的泪眼，满脸笑意地跟着蓝忘机去了做灯处。聂怀桑摇着扇子，看着远去的魏无羡，感觉他真正的从泥沼里爬出来了，并且再也不会陷进去。魏无羡一直在笑着，并不是勉强自己，而是真的觉得心里特别放松，从没这么放松过，尤其是看到一直注视他的蓝忘机，他更想笑了。他魏无羡一向心大，既然放下，魏无羡便不会再想了。画了两只特别像他和蓝湛的兔子，魏无羡歪了一下头，想到了那碗红豆汤，笑着写了一句：“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？”魏无羡道：“蓝湛，我想到了你给我熬的红豆汤，你还给我做好不好？”蓝忘机看着这句诗，露出笑意，点头：“好。”魏无羡，你也这一句吗？蓝忘机点头，提笔写下了：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悦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魏无羡看向远处：“会的，蓝湛，我们所期望的都会实现的。来吧，我们放灯。”两人一起点火，写满二人期许的孔明灯放到了天空上，越飞越远。魏无羡轻声道：“蓝湛，我们该出发了。”蓝忘机，二人先一步离开。本就着急寻找阴铁的二人，直接收拾了一下行李，便离开了云深不知处。自然不知道江婉莹因为江厌离之事跟金子轩打起来。望羡回到了蓝氏，只找到了一块阴铁。蓝氏众人齐聚明室，想办法封印阴铁。魏无羡坐着，正在想办法。门生进来道：“魏公子，有人给你送了一封信。”
说完，把信交给魏无羡。魏无羡疑惑地把信接过来，谁给他写信呢？打开信件，瞬间吓得站了起来。蓝忘机一愣，魏婴，怎么了？魏无羡，温宁，是温宁写的。他说，温煦带着大批人马已经赶来了云深不知处。一旁的蓝启仁和蓝曦臣也是一惊。蓝启仁突然道：曦臣，你先去收拾藏书阁，务必把藏书阁所有的书全部装进乾坤袋。蓝曦臣点头，幸好温宁先一步提醒，竟然真的在温家人马来之前收拾出了20-30个乾坤袋的书。蓝启仁，放去寒潭洞，寒潭洞有先祖设下的大阵，他们破不开。蓝曦臣点头，蓝启仁轻声道：放去后面的小洞里。蓝曦臣点头，刚一进去，蓝启仁和蓝家长老们一同封住了这个小洞。